窦昭生下女儿的消息传入宫中，皇后也在陪着自己刚出生不久的皇子玩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府长大喜，摸了摸儿子的小脸蛋，笑着道：“小子，等着母后给你找一个最好的媳妇。”说完就将孩子交给奶娘，对住身边宫女道：“去，把我的私库打开，我要亲自挑选几样礼物送给我未来的儿媳妇。”宫女看住娘娘这么兴奋的模样，也笑着打趣道：“皇后娘娘，孩子刚出生，您就不怕孩子配上咱们小皇子？”皇后丝毫没有这方面的忧虑，她窦昭教出来的孩子不可能有差的，我要是不提前下手，难保就被谁给盯上了。他们英国公府可看不上咱们皇子的身份。宋墨女儿出生的第2日，皇后的各种赏赐就摆满了一院子。原本前些日子因为皇帝和宋墨不和的谣言，还在观望如何处理跟英国公府关系的人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皇家如此看重英国公府，所以英国宫千金的满月宴那日，英国公府真是人潮攒动，基本京城所有大小官员都送了礼，只是最后还是全部被宋墨退了回去，这都是后话了。宋墨看住满院子的珍贵礼物，头皮一阵阵发麻。之前皇后就说要结亲家，这下意思就更明显了。宋墨越发觉得这些人著实让人烦躁。从前是要防着觊觎自己妻子的人，现在好了，女儿出生还没2天，又被人盯上了。窦昭虽然没有亲眼看到，但是听素兰描述，也能想象得到，他看住在他怀中睡得香甜的女儿，很是满足。直到宋墨黑住脸走进来，他笑着道：“怎么，皇后赏赐你还不高兴？”宋墨冷哼一声，谁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？看住一大一小在他面前，有些咬牙切齿，真想把你们俩都藏起来。窦昭却不怎么在意，他从未想过要让女儿坐上那至高无上的位置，他想要的只是女儿的未来能随心所欲。皇后的意思虽然明显，但是皇后是聪明人，知道他们不可能同意现在就定下这件事，要不然就不是这些赏赐，就是直接的圣旨了。虽然这样，皇家也能放心宋墨，而英国公府也可后枕无忧，但是他不愿意，宋墨也不会愿意。但是男人跟女人不同，宋墨是有占有欲的。那么可爱的闺女，刚见到她的那一刻，他就打算跟窦昭舅舅学，把闺女留在家里招婿的。皇家自然就成为了他最排斥的一家。窦昭好声好气哄了许久，宋墨总算是暂时放下这件事，但是心里还是默默下决心，等孩子再大点，他就带着窦昭和女儿离开京城，过他们的逍遥日子去，才不在这狼窝里面待着。联军满月的前一日，季勇突然来找窦昭：“明日你女儿满月礼结束，我就走了。”季勇道。窦昭有些惊讶：“这么突然，我还准备出了月子好好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在，恐怕我就难以安好了。”季勇笑着看向窦昭：“窦昭，我们之间不必说这些。”窦昭同样看向他，随即坦然点了点头。他看向怀中的女儿，突然问道：“季建明，你要不要抱一抱他？”季勇看向那个婴孩，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那个皱巴巴的孩子也彻底长开了，粉雕玉琢的模样十分可爱。此刻正好他是醒着的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住他。他原本想拒绝的，但是还是鬼使神差地接了过来。看住婴孩在自己怀中乖巧的模样，季勇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他直接道：“窦昭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当他干爹，并不是征求孩子母亲的意见，是直接的决定。”窦昭也笑了，季建明果然还是这般喜欢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想法，他当然没有拒绝，接受了他的这个提议。季勇原本对这个孩子没什么感觉的，但是有了这个身份，他突然觉得这个世上好像跟他又有了新的连接，多日来略有些郁结的心思突然解了，全身说不出来的舒坦。抱了孩子许久，直到孩子睡住了，才依不舍地交到奶娘手中。季勇也就不打算再久留了，跟窦昭告别之后就要转身离开，还未踏出门口，在门口定了定，忽的又转过来了身：“有件事我虽然不想说，但是还是跟你说了吧。宋墨在你生产之后来找过我，找我要了一味药。”窦昭不解：“什么药？”季勇：“一种让男子不能生子的药。”他顿了顿，又接着道：“我给了。”宋墨听闻季勇来寻窦昭，急急忙忙回房了，心里还嘀咕：季建明果然不安好心，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找窦昭。他急匆匆踏入房门，很快意识到不对劲，房中十分安静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热闹。只见窦昭直愣愣地坐在床上，看向虚空，听到他的声音才转过头看向他。他忙上前握住他的手：“怎么了？”窦昭直直看住他，言非所问：“季建明来过了。”宋墨很快反应过来，心中暗自腹诽，这季建明真是多事。窦昭：“燕堂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”
平安生产之后，她一直沉浸在得女的喜悦中，却忽略了宋墨的情绪。不只是她，所有人都忽略了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。但是知道宋墨前世今生所有事情的她，太清楚自己对于宋墨的意义。不是她把自己看得太重，实在是宋墨不管前世还是这一世，他真的太苦了。重生一世，他虽然改变了他最后的结局，但是他前世经历过的痛苦和打击，今生依旧一点不少的又重新经历了一遍。舅舅的死，母亲的死，父亲的恨，妹妹的死，他失去了他认知里面的一切情感，而这一世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便成为了他感情里的唯一寄托。他应该早就想到，他命悬一线的时候，宋墨是多么的恐慌。他听到季建明说宋墨准备吃避子药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便是心疼。而宋墨听到窦昭直接的询问，他无声的低下头，手却不自觉地摩挲住窦昭的手，话没有说出来，但是一切皆已明了。窦昭的心好像莫名被揪住了一般，酸涩的厉害。他伸手揽住宋墨的脖子，依偎入他的怀抱，紧紧抱住，是安慰也是承诺。燕堂，放心，我一定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宋墨同样紧紧回抱住他，委屈地将头埋入妻子的颈窝处，哽咽道：寿姑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受苦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都说爱人的最高境界是长觉亏欠，窦昭对宋墨是，宋墨对窦昭同样如是，两人哭住就笑了。宋墨觉得没有比现在更让他满足了，有妻有女，他怎么会再去奢求？他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样的幸福是他这样的人该不该拥有的。但是后来他换了想法，他认为或许不是他该拥有这样的幸福，而是因为窦昭就该有这样幸福无忧的生活。两人温存片刻，窦昭终于想到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这药对身体有没有伤害？宋墨突然坏笑，凑到他耳边轻声说了什么，只见窦昭小脸刷得通红，微嗔地瞪了他一眼。宋墨满意地看住窦昭的反应，朗声笑了出来。素心、素兰两姐妹惊讶地对视一眼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又哭又笑的。素兰更是嘀咕了句，看来真是要找个人嫁了，现在是越发不懂小姐的心思了。满月里之后，宋墨终于等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季勇终于要走了。送别那天，宋墨的嘴角的笑一直都未曾压下去过。窦昭不知道瞪了他多少眼，让他多少收敛些，但是季建明现在完全不在意宋墨了，直接从窦昭怀中将小联军抱了过来，笑着哄道：小联军要快点长大，到时候干爹教你医术。这话一出，宋墨天塌了，直接从季建明手中将女儿夺了回来，怒道：什么干爹？你凭什么做我女儿的干爹？季勇没回复他的问话，自顾自对窦昭道：我留下来的药你要天天吃，你这身子亏损的厉害，要好好调理，过了半年我定会再回来看你们。说完就转身离去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而宋墨还想上前拦住他，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窦昭拉住他的胳膊，哄道：好了，怪我忘了告诉你这件事情了。窦昭看住季勇远去的背影，喃喃道：这样也好，至少他在这世上不是毫无关联了。宋墨但是忍不住嘟囔了句，第一次对妻子有了怨言，我闺女凭什么给她当女儿呀？愤愤不平。窦昭笑住顺毛捋，联军干爹可以有很多个，但是亲爹只有你一个呀。宋墨想想也对，心情舒缓了好多，两人开始往家走去。半路上，宋墨突然又反应过来了，不对呀，我宋墨的闺女干嘛给别人当女儿？窦昭笑住道：乌善听说季建明认了联军当干女儿，也说要当干爹。宋墨大怒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一行人的身影很远了，但是依旧还能听到宋墨的暴怒声。在联军5岁的时候，宋墨和窦昭看他可以上私塾了，便将计划了这么多年的出游计划提上行程。跟女儿一说，自然受到了女儿的强烈反对。他不是反对爹娘出去，而是反对他们不带他一起。窦昭哄了许久，他才抽抽搭搭勉强点了头。恰好季勇也回到了京城，宋墨直接修书一封给他，大致内容就是你有干爹的名头，也是要给自己的干女儿尽点义务了。将女儿安顿好，他便马不停蹄地带住夫人偷偷溜了。宋墨驾着马车，窦昭从马车里探出头来，笑着道：你不是一直嫌弃季建明当女儿的干爹吗？怎么这回偏偏把女儿交给他了？宋墨，季建明心思多变，这么多年在外也学到了不少奇技淫巧，
联军要是学会了这些，我也就不必担心他未来会被人欺负了。窦昭一下明白了宋墨的意思，调侃他：你也不怕女儿学了满怀的阴谋诡计？宋墨，我才不担心，我们的女儿不会的。但是要是谁欺负她，我依旧希望她不要太过心善。窦昭想到前世的宋墨报仇雪恨的那股狠劲，别看现在他温和了许多，这人性里最深处的东西还是没能改变。不过窦昭已经完全不担心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了，让他失控了。宋墨和窦昭这一走，除了时不时报平安的信，就没有两人的任何消息，只是苦了留在京城的英国公的这些人。他们一大群人都围住唯一的主子转，但是还是被这小丫头闹得头都大了。只有季勇偶尔从寺庙里过来，能压制他一二，其他人都拿他束手无策。而且季勇看似是教导，其实是火上浇油，因为每他离开之后，联军的杀伤力会更大一点。皇宫的原本想联姻的两位，趁着宋墨两口子跑了，就忙不迭把儿子也送到了英国公府，到时候多少有些青梅竹马的感情。只是小皇子没待2天，就闹着要回宫，气得咱们这个皇帝把儿子狠狠训了一顿，又好好骂了一顿远在千里之外的宋墨才消气。不过皇上还是坚持将儿子送到了英国公府，当了皇帝之后，他才真的知道自己有时候还是太过软弱了。而他的儿子与当年的他如出一辙，他得早点干预了。去英国公府最好了，没有人在意他的皇子身份，而且还可以跟定国公和英国公的后嗣有少年的情谊，这些人对他的未来都是一大助力。英国公府就这样闹腾了大半年，所有人都在翘首期盼宋墨和窦昭的归来，而这两人也终于身着一身商旅打扮，踏上了回城的路。窦昭靠在宋墨肩头，突然有些近乡情怯。燕堂，我们这么久才回去，女儿肯定怪我们了。宋墨回头看看后面跟住的一大马车的东西，安慰妻子：没事的，你自己的闺女你还不了解，有后面那些东西，到时候不知道她还有没有心思管我们。窦昭想了想女儿的德行，笑了，也是。英国公府中，联军正带着几个孩子跟家里的侍卫捉迷藏呢。陆明突然高兴地从外面跑进来：将军，陈先生收到公爷的信了，说他们已经到城门口了，马上就回来了。正在找人的素兰和素心也高兴地跳了起来，朝着偌大的花园喊道：小姐，快出来，姑爷和小姐回来了。联军立马从树上一跃而下，奔到素心面前，确认道：素心姑姑，真的吗？我爹爹和娘亲真的回来了吗？素心高兴地点了点头，她窜的一下就往门口跑去，那些孩子们也都跟住往外面跑去，这下一院子的人也都往外面跑去。窦昭和宋墨一下马车，就看到自己的已经长大了不少的女儿站在一堆人中间，眼睛直溜溜地盯住他，他一下子就红了眼眶，忙上前一把抱住女儿。联军毕竟年纪还小，平日在思念父母，这下真见到了，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高兴的。窦昭哄了好久，又把那些他们四处搜集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拿出来，他才多少露出了些笑意。只是宋墨看住那一大堆的孩子，愣了一下，才开口：我们府上成了小儿所了。晚上联军闹着要跟娘亲睡，床上小姑娘可怜兮兮地问道：娘，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一般是装可怜，一半则是小心翼翼的试探。窦昭虽然这大半年过得十分的快活，但是对幼女还是有些歉疚的。看女儿这般模样，自然十分心疼，保证道：不走了，若是要走，这次一定带着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容易把闺女哄睡了，但是他的手还是紧紧抓着窦昭的手。宋墨刚回来，自然要了解下府中的情况。他回来的时候，窦昭正在哄闺女睡觉呢。他轻手轻脚地走过来：睡了。窦昭轻点头。他又问道：跟严将军和陈先生沟通说过了？宋墨点了点头。在京城待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该是时候离开了。